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刚刚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论文啊。这篇论文题目叫《殖民起源的比较发展：一项实证研究》啊，是由 Darren Acemoglu、Simon Johnson 和 James A. Robinson 三位学者合著，发表在2001年。首先啊，我想澄清一个可能存在的误解啊，尽管这篇论文涉及到了殖民历史，但它并非为殖民主义辩护或者张目。相反啊，这项研究呢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探索啊，它旨在理解制度变迁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啊。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篇论文发表至今啊已经有20多年了啊，它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它不仅符合当代的学术标准，也与和当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向相一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啊，就进一步证明了这项研究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啊。这篇论文呢，其实啊并不长啊，只有30多页，但是后面啊有长达6191项被引用的记录，光啊记录引用的页面就有300多章，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这篇论文的这个价值了啊。更何况呢，引用这篇论文的论文不少啊，也都是非常厉害的论文啊。那我们呢就开始深入了解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啊。那这篇论文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作者们就提出啊，制度差异可能是解释这个现象的关键因素。那他们的研究方法是独具创新，利用了历史上的一个自然实验——欧洲殖民扩张，来探讨制度啊对经济发展的这种长期影响。论文的主要假说呢，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第一，就是欧洲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地采取了不同的殖民策略，从而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第二个呢，是殖民策略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欧洲人在当地定居的可能性。第三啊，就是这些早期建立的制度持续影响至今，塑造了现代的经济表现。那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解释这些假说。那首先啊，关于不同的殖民策略，作者们指出啊，在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人大规模的定居并建立了类似于欧洲本土的制度。这些制度啊，强调法治，保护私有财产权，并对政府的权利呢进行约束。所以这种制度啊，这个安排有利于投资和长期的经济增长。那相比之下，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说比利时的殖民地时期的刚果，或者英国殖民时期的黄金海岸，欧洲人建立了所谓的榨取性国家。那这些制度啊，主要的目的是尽快将资源从殖民地转移到宗主国，而不是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这种制度啊，它不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也没有对政府权力啊进行有效的制衡。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殖民者呢采取哪种策略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假说。作者们认为啊，关键因素是欧洲人在当地定居的可行性，而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疾病环境。在一些地方啊，比如在热带非洲，欧洲人面临极高的死亡率，主要是由于疟疾和黄热病这些热带疾病。而在这些地方啊，大规模定居是不可能的，因此殖民者更倾向于建立榨取性的制度。相反啊，在气候适宜、疾病或威胁较小的地方，比如像北美、大洋洲这些温带地区，欧洲人呢，他可以大规模的定居。在这些地方，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保护产权、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因为这些制度啊，也会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那第三个假说呢，就涉及到制度的持续性。作者们认为啊，这些早期建立的制度并没有随着殖民地时代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以某种方式持续到了今天。那这种持续性呢，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实现，比如精英阶层的延续、法律体系的继承，或者呢人们对特定制度安排的习惯和预期。这个假说呀，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经济发展差异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意味着呢，即使在独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到它殖民历史的深刻影响。这不是说啊，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完全被历史决定的，而是强调了历史遗产在塑造现代制度环境中的重要作用。为了验证这些假说呀，作者们采取了一种创新的实证策略，他们使用了19世纪欧洲定居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数据，
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个方法的关键在于呢，定居者死亡率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而不是直接影响现代经济的表现，而只是通过影响早期的制度选择来间接的影响经济。这种方法允许研究者解决因果关系推断中的内生性问题。简单来说呢，如果我们直接观察制度质量和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能面临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好的制度导致了经济繁荣呢，还是经济繁荣的国家有能力建立更好的制度呢？那通过使用历史上的定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研究者们就可以更好的识别制度对经济表现的这种因果影响。作者们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殖民时期欧洲定居者的死亡率数据，主要来自历史学家 Philip Cattin 的研究。另外就是现代制度质量的这个指标，比如防止征收风险指数。第三呢，就是各国经济的表现数据，主要是人均 GDP。初步描述性的这种分析显示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制度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制度质量和现代经济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初步发现就为后来的这种深入分析就奠定了基础。那值得强调的是这项研究并不是为了评判殖民主义的对错，而是试图理解历史上如何塑造了现代的经济制度和表现，也可能对我们理解现代发展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那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什么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来思考长期经济发展的根源。它挑战了单纯从地理或者文化角度解释发展的差异的观点，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呢，还揭示了历史事件是如何通过塑造制度来对长期经济轨迹产生持久影响的然而作者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研究的局限性。他们指出制度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的用一两个指标来完全捕捉。此外呢，虽然这个研究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但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完全被历史否定的历史决定的。相反作者们认为理解这些历史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设计改善制度政策。所以这篇论文就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的这种重新打开的兴趣并启发了大量的后续研究。它不仅影响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这种理解，也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接下来的几期里边我们将更详细的探讨论文的实证策略、主要发现以及这些发现的政策含义。我们还要讨论的这项研究是如何影响后续20年的经济学研究的，以及为什么它被认为值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那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呢，虽然这项研究和殖民历史但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为了任何形式就是给殖民主义辩护。相反通过揭示历史上的这种不平等制度这种长期的负面影响，这项研究实际上给我们思考如何克服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促进更公平和持续性的全球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也给那些还在黑夜中进行探索的国家来了一个制度的一盏明灯。那在下个视频里边我们将深入的探讨论文中的这种实证策略和初步分析结果。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